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包菜炒粉丝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但是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。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有时间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颗新鲜的包菜，我们用刀对半切开。今天的包菜有点大，我们只要1/2就可以了。包菜中间的硬心我们也要切下来，因为硬心比较硬，放在一起会影响口感。接着再把包菜对半切开，然后转过来，我们再切成小条。今天的包菜我们也不要切太细，大约在0.5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切太小的话，炒出来的包菜口感不好。但是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。现在是包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最好吃的时候。我们这边才5毛1斤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。我们要把包菜清洗一下，因为包菜生长在室外，而且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里面难免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把包菜清洗一下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后，我们就捞出来，再次放在干净的清水中淘洗2到3遍，把包菜表面的一些食盐和杂质全部淘洗干净。经过这样清洗以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把清洗过后的包菜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竹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加入1小把绿豆粉丝，然后加入温水，温水大约在70度左右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是开水，如果是开水的话，泡出来的粉丝吃起来口感不好。使温水完全的没过粉丝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1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蒜末可以增加包菜的蒜香味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首先把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丝。老姜有增加食欲的作用。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全部切好以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欢吃辣椒的，我们再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干海椒，剪成小段。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不用放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把香葱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今天的葱花我们也稍微的多准备一些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粉丝也浸泡好了。接着我们准备一把剪刀，把粉丝剪成小段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剪太短，大约在10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经过这样处理以后，我们在家的时候就不用搭楼梯了。把剪好的粉丝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小半勺的红烧酱油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胡椒粉，接着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。然后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一下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提前给粉丝上颜色，同时入下底味。我们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，加入芝麻香油，不仅可以增加粉丝的香味，同时我们在炒制的时候也不容易粘连在一起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多翻拌一会儿，充分的使每一根粉丝都能够上色。大约翻拌2分钟左右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口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下入切好的姜蒜、干辣椒，
我们要提前把姜蒜、干辣椒炒一下，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炒制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开大火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烧糊。如果有条件的，也可以加一些肉末或者是鸡蛋。大约翻炒10秒左右，充分的把干辣椒炒出辣味，把姜蒜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包菜也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不然的话包菜很容易出水。这个过程大约在1分钟左右。很多朋友在炒包菜的时候喜欢焯水，其实那样是不对的。焯过水之后的包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会大打折扣。像视频中这样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包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同时把包菜炒出辣味和蒜香味。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食盐和少量的鸡精调味，再次翻炒均匀，充分的把包菜炒至入味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调味料，我们吃的就是包菜的本味。接着把处理好的粉丝也倒在锅中，我们用筷子充分的翻拌一下，使包菜和粉丝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快速的翻炒，不然的话粉丝很容易结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见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接下来把切好的葱花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葱花炒出香味。稍微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包菜炒粉丝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，粉丝也非常的入味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不管是用来下饭还是下酒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